能将本源法则融入招式，他显然对混沌杯有着更深理解。虽然多少给予了我一些启发，但我没想到自己会轻易落败。小问题，历届首次闯通天桥的失败率高达99.91%，你们这届也只有博兰通过了。罗峰，啊，你听说了吗？荣军刚刚闯过通天桥第1层了。看来他又变强了。我刚打听到，荣军要被元辰宇宙国的国主收为弟子了。啊，真的？宇宙国主可是统领宇宙国的超级存在，个个都有宇宙尊者的实力啊。而元辰宇宙国国主又是其中资历最深的，荣军能被看中，一定是藏有某种潜质。他不愧是前无宇宙国出身的天才里最具潜力的。而某些来自落后星球的劣等人种，自然不能相提并论。无需跟他置气。哼。罗峰，我跟荣军约好了在这小聚，正好，我们一起向他取经。荣军，好。荣军，恭喜啊！真厉害，改天教我几招。对方就是这么出招的，而我却始终做不到。看来一味魔法无法进一步提升，在不能参悟混沌杯的情况下，我必须想出闯过第1层的方法。罗峰，你对衍神兵的使用太过僵化，你处于研究九羽混沌杯的起始阶段，建议购买秘法飘血，打好基础。匿名邮件会是谁发的？对方拥有查看通天桥战况的权限，等级至少是不小，实力顶尖的可能还拥有封侯甚至封王的头衔。听说九剑尊者已离开混沌城，并派遣手下弟子龙玉王代为考察新人，所以发送者是他。但那么多人闯通天桥，他为何会注意到我？还有一种可能。混沌城会根据每人选择的不同混沌杯而分成不同流派，高手则会挑选同流派的新人收为弟子，所以应该是九羽流派的强者在考察你。九羽流派的强者会是哪位？对你而言，对方最好是九羽流派的元老、黑雾王或针眼王，拜在他们门下对你大有裨益。飘血秘法的创立者炼落，据说也是在他们的指导下成长起来的。那给我发邮件的也可能是这位炼落前辈。炼落以天才战宇宙总排名第1的成绩进入公司，不足10万年便突破不朽。可惜，没多久他便意外陨落。那是混沌城1亿年前的往事了。邮件不可能是他发的，但内部飘血显然是这个曾经的天才毕生结晶，一定对你有帮助。那要如何获得飘血？简单，利用公司积分兑换即可，而且只要800积分，很划算呢。你忘了吗？我先前为了给魔杀族分身买装备和秘法，积分已经……一分不剩，谁让你换那么快？不是你怂恿的吗？
想了一个替代方案。既然你怪我乱出主意，我就不告诉你。哎，巴巴塔，巴巴塔，求求你了！不逗你了。在此修炼的天才，在有所感悟时，大多会在住所周围刻落文字。而飘絮的创造者炼洛也曾在此修炼，说不定城内就有他的刻录。文字。我炼洛历经3000年，终于悟透九羽混沌杯的第1至第3幅图，并创出飘雪秘法。第4至第6幅图的修炼方法，我亦有把握。将来，我必成不朽中的最强者。年少成才，如此自信，倒能理解。问题在于缺少修炼相关的信息。他留下刻录，真的只为炫耀？不，能用3000年时间领悟3幅图，足以看出他并非耐不住性子的人。巴巴塔，能不能根据笔记搜到炼洛的其他刻录文字？我扫描了好几遍，找到的刻录笔记相似度最高也只有72%左右。已经是爸爸的最后一战了，就让我们看看实战嘛。罗峰与陇云对决的话题已成为虚拟宇宙网络热门排行前3，可谓是天才战开始以来最受瞩目的对决之一。论战的消息满天飞，除非老三他们打完，不然消停不了。罗峰未必差太多。是这样，觉得谁？我觉得罗峰可能性更大。我觉得还是罗峰。布卡女士，从你的对战经验看，罗峰和陇云哪个更强？根据战斗结果，应该是罗峰，对吧？不好意思，接下来有公司高层要约见乌卡。是。加莱西先生，你也和罗峰交手过，请问您对他的评价是？很多小家伙从2人对战乌卡的不同结果，推导出罗峰赢面更大的结论。实际上，陇云能从试炼塔56名来到4强的位置，所蕴含的潜能丝毫不逊于罗峰。罗峰与陇云的战斗，决定了原始空域名额的最终归属，也是天才战在收官阶段最大的悬念。战斗的结果，恐怕得等到最后一刻才能尘埃落定。啊，陇云还没有就位。因为今天对他而言有点特殊。抱歉，我刚才去探望，碍事了。没事，我们长期在外历练，难得陪伴家人。稍后能在直播上看到你，他们一定很高兴。如果能看到就好了。他们都化作了星辰。
陇云出身于兰亭宇宙国 NGC3310星系的墨兰族，他们所在的星球曾遭受2位超级强者战斗的波及，导致星球表面毁灭，所有族人都没有逃过这场大灭绝。只有他，在爷爷舍身施展的法则之力的保护下，得以幸存。我记得墨兰族灭族事件曾有报道，而日期刚好就在数十年前的今天。原来他是为了祭拜族人才来玩的。作为灭族元凶的2名强者，都在那场死斗中陨落，自己的故乡也早已无人生还，无人牵挂，也无处寻仇。迷茫过后，陇云最终选定了他的目标，让他的族群不被遗忘。这就是他参加天才战的理由。参战的其他天才，多是为了族群的壮大，而陇云，则是为了族群让人铭记。他果然很特别。罗峰，谢谢你愿意倾听我的故事。你也应该能理解，这场全宇宙瞩目的战斗，我不可能让我墨兰族之名蒙尘。我会倾尽全力。正合我意。灵域融合了土质法则的后手以及空间法则的组织力，关键是在触碰到陇云时，威力恐怕已不足一成。唯有压杀所有地脉，才能与之相敌。刺天使！3D 利用远程牵制持续消耗，而对方又能数次将老三的招式硬生生扛下。看来会是一场持久战。可我始终觉得，对方还没有将他的领域发挥到极致。自那天以后，我已一无所有，唯有你传授于我的法则之力伴我前行。爷爷，请您护佑我，取得胜利。陇云领域对空间的掌控力再次增强了。论领域压制，陇云不仅在我之上，恐怕连博兰都有手举中。
消耗，尤其是罗峰，似乎已濒临极限。两人对决已超过时限，按规定，将作战空间持续缩小。空间缩小后，失去远攻优势的罗峰将更为被动，战斗应该会很快结束。与其问我，不如去想想你自己的答案。我的答案。怎么可能？罗峰的力量明明已经耗尽了。我要将所有觊觎地球的存在灭除，尽数屠戮，一个不留。绝境之下，来自金角巨兽的杀戮气息再也抑制不住了。金刚山，是罗峰刚突破行星级时领悟的金刚山，难道罗峰是想？作战空间缩小，我的念力经过大量消耗也已所剩无几。眼下只有近战，寻找发动最后一击的机会。罗峰，你的意志我已充分感受到。虽然战斗有胜负，但他们二人的表现都值得众人的喝彩。莫兰族已留在过去，而你们还有未来。愿你能和你的族群一同
长久地走下去。天才战最终选拔的赛程全部结束，公司根据各位在选拔中的作战表现，做出了排名。本届宇宙人类巅峰天才选拔战正式落幕，欢迎诸位加入虚拟宇宙公司。1至2名将进入原始空域，3至10名将进入太初空域。最终还是没能进入原始空域，不过来日方长，总有进入的机会。可惜，如果不是在最终战棋差一招，你也有望冲击前2。不过也好，我可一直想着如何找你扳回一局呢。同在太初空域，正好方便切磋。随时奉陪。虚拟宇宙公司会全力栽培你们。至于是成为名震宇宙的超级存在，还是普通的强者，或是中途陨落，都取决于你们自己。稍后会有专人联系接你们去总部集结，而后前往初始宇宙展开为期30年的修炼。30年，竟然这么漫长！先别感叹，初始宇宙的时间流速比我们所处的宇宙要慢得多。那的30年，等于地球上的100年。